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戲約歸零，代言腰斬；34歲楊洋的中年危機，給所有流量男星敲響3大警鐘。娛樂圈的男明星們，哪個不是拼盡全力往上爬？戲約不斷，代言一個接一個，綜藝節目、各種活動，簡直忙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楊洋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，從軍人偶像到被央媒點評的流量擔當，再到手部骨折帶着繃帶出現在新劇開機現場，這些年他確實很拼命。說他是在透支身體也不為過。一個40歲的漢子，滿臉風霜，這背後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值得的？他手上纏着繃帶，還是來了。2026年2月22日，一部名為《不讓江山》的電影在橫店展開了他的拍攝之旅，而楊洋這位知名演員也出現在了現場，加入了這場影視盛宴。本來這麼一回事挺正常的，一個演員出席自己新劇的開機儀式，這也算是正常的工作安排。誰也沒想到的是，他一出現在鏡頭前，右手還纏着厚厚的繃帶。這個小事情沒人特別提起，楊洋自己也沒走到台前高調說什麼，只是照常把整個開機手續走完了。之後，他在社交賬號上發布了一條信息，告訴粉絲們他的手骨折了，是不小心傷到的，現在正在休息和恢復，大家不用太過擔心。他在社交平台上發帖，說自己手部骨折了，正在休息，大家不用擔心。這條消息一出，評論區的氣氛差不多一樣，大多數人反應不是擔心，而是有點無可奈何。他說過，這已經不是他頭一回帶傷上陣幹活了。大夥找出了他過去這些年受過的傷的記錄，這一看，清單上的傷痛比原先以為的還要多。在他最近的經歷中，這次手部骨折就像是最新的一次插曲，之前還有一連串的事情，比如臉上出現了問題，脖子也不安分，還有他那條被自己拖了一整年才去處理的腿。一個演員正處於事業上升期，自己卻弄成這樣，外界的反應確實五花八門。拼命工作是正常的，但過度工作就不好了。看起來像是對工作的熱愛，實際上可能是在忽視自己的身體，讓人搞不清楚到底是愛工作，還是對自己不夠上心。那條腿，他足足撐了一整年。說起楊洋所有的傷，最讓人心疼的還是那次腿受傷。關於傷情的具體時間，沒有正式的說法。外頭人是從《凡人修仙傳》拍攝前後才慢慢知道這段經歷。楊洋在某個階段感覺腿有點不舒服，疼痛很明顯，但他沒有馬上去醫院，而是繼續帶病堅持工作。這樣一拖，就整整過去了整整1年。花了整整1年，他才下定決心去弄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，結果發現竟然是撞擊綜合徵在作祟。這個結果表示關節長期承受了不正常的壓力，骨架也因此受損，可能需要通過手術來解決。醫生在手術時，在他的腿裡插了3根鋼釘。釘完那顆鋼釘後，他還沒享受片刻寧靜，就得火速投入拍攝《凡人修仙傳》的工作中。那段時間，他原本是打算養好身體的，結果卻意外地接到了新劇組的邀請，不得不重新投入工作。從旁觀者的角度看，這個決定不能僅僅用敬業2個字來簡單概括。有人知道自己腿裡有鋼釘，還是堅持拍高難度的武打戲。劇組的人和工作人員對他的行為很好奇，但外人並不知道這些事。當然了，楊洋對待這件事的態度就是先給拍戲排個頭籌，再想着怎麼讓自己身體好起來。這種情況在娛樂圈確實不算罕見，但每次看到時還是會讓人感到有些壓抑，心頭一緊。拍《特戰榮耀》那會兒，
我的臉和脖子都受傷了。楊洋的腿傷是他受傷記錄中最嚴重的，但你可別只記得這一點，他的傷痛遠不止這些。拍《特戰榮耀》時，他的臉和脖子都擦出了傷，不得不說，真是挺拼的。這事兒不是他主動透露的，而是和劇組合作的演員在採訪中不經意間提起的，就像是分享了個平常的片場小故事，不經意間就說了出來。這種感覺就像是平常的一天，讓人聽了之後，心裡總是有點不踏實。臉和脖子的傷雖然不算嚴重，但在拍攝這部戲時，顯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仿佛沒有人特別關心。楊洋還在拍攝，劇組也在不斷推進進度。後來，大家看到的是一部完整的播出劇集。《特戰榮耀》是一部聚焦軍事主題的影視作品，它在對演員的體能和動作技巧上設定的標準，遠遠超出了尋常的偶像劇。這部作品在演員選擇上，更加注重他們能否勝任高強度的身體挑戰和複雜的動作戲份。楊洋本身就有些軍人背景，所以在拍攝這類題材時，他對身體的極限要求可能與普通人不同。這可能說明他在面對傷病時的處理方式與眾不同，但這樣說還不足以完全消除大家對他的身體狀況的擔憂。成龍出來闢謠了那個關於他戴皮面具的傳聞。要理解楊洋現在的狀態，我們得先從他幾年前經歷的一件怪事說起。這事兒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在娛樂圈的日子。咱們得從大約2015年開始說起。在拍攝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這部劇時，楊洋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，配合那些炫酷的特效，他做了一套特別的臉部翻模。這其實就像給自己的臉做了一個精細的石膏模型，主要用途是幫助制作出更加逼真的特效道具，讓觀眾在屏幕前看到的他更加栩栩如生。這事兒原本就是製造業的日常，他當時還特意上傳了照片，目的就是想讓大家瞧瞧那些複雜工序背後的故事。2016年，網上傳出一些關於某男明星用皮面具當替身拍戲的說法，特別是針對楊洋，因為他的照片看起來很像。這張照片被拿出來當作證據來炒作，這話聽着就有點不靠譜。不過在那些信息轉播賊快的社交圈裡，一旦冒出來，那速度就跟火箭似的。情況鬧得挺火的，最後央視的電視台出來說了句公道話，澄清了所有誤會。而且舞動乾坤的導演也親自站出來，明明白白地對那些亂七八糟的傳聞做了否認。成龍在採訪中提到楊洋時，說了一句話很直接，楊洋有替身資源可以幫忙，但他自己不願意用。這句話一出口，很多人都開始傳播它，其中蘊含的意義可不少。成龍在動作片領域裡有很長的歷史和很多的朋友，所以他說的話在這方面的評價確實很可信。他說楊洋不用替身可不是隨便說說的讚美，而是真的經過實際接觸後得出的結論。那個老留言終於沒聲音了，但大家的議論還是一團亂麻，沒個消停。從那以後，楊洋在大家心裡多了一個標籤，拍戲時真心投入。2024年的口碑危機，他選擇往後退。大家都知道，楊洋這條路可沒那麼好走，滿是坎坷。2024年播出的《我的人間煙火》是他近幾年輿論壓力最大的一個節點。這部劇的評價出現了一些問題，很多觀眾對劇情安排和角色之間的邏輯提出了不少疑問。楊洋飾演的宋焰這個角色並沒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樣受到觀眾的歡迎，官方媒體也對此發表了一些觀點，相關的討論變得非常熱烈。那段時間，很多人都在議論楊洋，而且影響面挺廣的。在網上的那些聊天圈裡，他挺受人議論的，熱鬧是熱鬧，但大夥討論的多是些不怎麼好的事情。楊洋決定低調行事，盡量減少在公眾面前露面，
沒有過多的回應，而是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業調整上。他在訪談中分享過那段經歷的感受，簡單來說就是，當感覺到外界並不欣賞自己時，與其努力博得關注，不如選擇平靜下來，專注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讓技能更加精湛。在娛樂圈裡，這種決定其實並不算特別稀奇。當一些人氣明星遇到名聲下滑的情況，他們往往會努力提升出鏡率，希望通過不斷露面來維持人氣，或者動用各種公關策略來改善公眾對他們的印象。楊洋走了一條不同的路，他選擇將自己的身影退後，用實實在在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實力。這個選擇後來被證明是對頭的。《凡人修仙傳》開播了，風向徹底變了。《凡人修仙傳》的播出，讓楊洋最近的生活中發生了重要變化。這部電視劇一播出，大家對楊洋的演技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，網絡上的討論氛圍也比之前《我的人間煙火》時要濃厚多了。他的打鬥場面和情感戲都受到了很多觀眾的稱讚，大家都特別提到了他眼神的細膩表達和動作的真摯感，非常到位。他在拍攝這部劇的時候，腿裡還留着3顆鋼釘，剛剛做完手術不久，正處於恢復期，這個成就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拍那種高強度的動作場面時，他的身體狀況其實並不太理想，但屏幕上的效果，觀眾看了都沒有覺得打折。這部劇就像一面鏡子，讓那些不熟悉楊洋演技的人看到了他的真正實力。他也給了他在2024年面對批評時的一個新方法，不是忙着解釋或辯解，而是用一部實在的好作品來證明自己。熬過了低谷，然後慢慢找到回春之路，他足足用了1整年的時間來重新調整自己。這1年，他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宣傳，也不常出現在綜藝節目裡，基本上就是這麼回事，說話少，拍戲多，作品一出來就挺不錯。易子說了一句什麼話，工作室只回了1個字。到了2026年1月，楊洋突然在社交平台上成了討論愛情話題的熱門人物。這背後的原因，竟然源自於演員易子的一席話。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發現，易子曾在某次公開場合或聊天中說過，他的朋友在酒店看見過楊洋。這句話一公布，大家頓時聯想到兩人可能有點什麼，猜測一時在網上轉得挺火。楊洋工作室對這個傳言的回應很簡單，假的。雙引號。這個解決方式可真爽，話不多說，也切斷了這個話題再鬧騰的可能性。工作室通過精簡的信息量，迅速地對流言進行了闢謠，這樣一來，事件的熱度立刻就降了下來。易子後來也解釋了，認為當時那句話其實是無意說錯的，導致了一些誤會。這段小插曲實際上也展示了一個事實，外界對楊洋的私生活一直保持着極高的關注度，哪怕只是他隨口說的一句話，也足以在短時間內引起廣泛討論和熱議。總結一下吧。楊洋這幾年就像是娛樂圈生存指南，拍戲時腿裡有鋼釘，手骨折了也堅持開機儀式，大家看了都會覺得這圈子裡身體才是最重要的，一旦出問題，再多的話也沒用。